下次你再自信满满的说我觉得，就要先反省一下，这到底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被周围的社会群体影响的产物。当然也不用太苛责自己，因为人终究是群居动物，我们都需要群体给予的认同感。人们形成圈层文化，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之为社会群体的原因很多，为满足从他人那里获得照顾和情感的需要，为找到归宿的感觉，为获得知识或特别的信息，有时也为了安全，因为在一个群体中会更有安全感。最近复盘了一下，发现几期都是关于自卑低潮的比较沉重的话题，实在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大的经济就业环境的低潮，周边亲朋好友的一些变故等等，都在不间断地牵动着我们的情绪，甚至是行为。从根本来说，人就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我们始终无法脱离这个群体，无论是我们影响它，如果有的话，还是它在无时不刻地引导着我们。有时候，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些问题？比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思考独立，但你的想法是来自何方？我们的思维模式为何与某个群体中的其他人如出一辙？这些其实都涉及到我和他们。那到底什么是圈层，即所谓的社会群体？它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是自尊？通常又有哪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群体中的我们呢？今天我们就做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科普主题，社会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圈层文化及其社会心理学中研究方法。如果你对心理学感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不错过认知和提升自我的机会。有什么问题和建议，也期待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好了，我们开始吧。首先，什么是社会群体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进行互动的人员所组成，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有稳定的关系，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彼此独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将对其他人具有影响。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群体的成员必须认为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也是社会群体最重要的特征。你也可以把它通俗地称之为小团体。通常，人们通过作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群体来形成他们所处社会世界的意义，同时也正是群体中的一员的胜负影响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如身为一个一般人难以加入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能激发人们的自尊。社会群体是形成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们对他们经验拥有很浅的分门别类的倾向，人们对自己进行归类，也对他人进行归类。因此，不仅社会群体影响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感觉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也是形成他们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即人们所属的社会群体既影响个人自尊，也影响自我概念。人们形成社会群体的原因很多，为满足从他人那里获得照顾和情感的需要，为找到归宿的感觉，为获得知识或特别的信息，有时也为了安全，因为在一个群体中会更有安全感。我们和他们，人们倾向于按照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来看世界，依据人们所处环境不同，组成我们的对象也有明显差异。大多数人同时属于几个内群体，这些群体基本上是个体归属的所有社会群体。如果一个群体能够给人们提供某种积极的自尊资源时，人们才会认同他们的群体，否则人们就可能要脱离或与之保持距离。多层化方法，世界各地看待自我概念的方式千差万别，这恰恰证明了人们在实现思想的独立时候为何遇到挑战，以及如何应对挑战。心理学家舒克的多层化模型使个体在其社会环境中确立了自身的位置，从外向内，层次由普遍的社会层逐渐推进到个性层。外部世界、宽泛性社会与文化、校园性社会与文化、私密性社会与文化、可表达性意识、不可表达性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例如，在私密性社会与文化代表了人们感到依恋程度最强的那部分外部世界，民族主义、家庭荣誉和其他强有力的动机都来源于这一层。通常常用的有很多种非常有效并且有趣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所谓的社会群体。以社会认知法，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通常比事实发生了什么更重要，因为人们做出反应的根据是他们所认为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这导致人们需要使用新的定性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比如与人们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他们的感受和情感，即需要求对研究对象做日志或记录每件事或每个人。今天，一般是使用定量和定性两个方法的混合。定量资料通过数据处理，例如算出人们归属群体的平均数量，人们何时加入，他们在一个群体一般能待多久等。定性方法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加入那些社会群体，群体又是如何影响其成员的生活的，以及个体是如何了解其他成员的。2. 生态效度法，从更加现实的角度收集数据，这就意味着要在现实世界而不是实验室进行实验，即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对行为进行研究，强化了成果的所谓生态效度。例如，让人在地铁中假装病倒，观察谁会给予帮助，以此来研究助人行为。3. 个别方法法，这种方法关注个体，其目的在于深刻理解个体与众不同的原因，
该方法用于对个人或少数人进行个案研究或深度访谈。个别研究能揭示社会认知过程，人们对他们的社会经验的思考和感受。4. 观察法，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获得系统而一致的统计数据。这时候研究人员不得不使用一些方法来控制环境。5. 对话分析法，在这种方法中，语言使用具有社会目的，包括对话中的隐喻、想象和隐含意义的分析。对话分析能揭示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富有意义的方面，而不只是实验室中的现象。6. 行为主义者传统法，即通过收集典型数据，或获取大多数人在一个给定环境下所做的事情。研究人员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说明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是不是感觉又有新的收获呢？如果是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每周学点心理学，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大可，我们下期见，不见不散。